金圈太子爷每个月给我100万。某天我撞到他正和一位美女相携逛街，就在他要看过来的前1秒，我直接麻利地躲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臭是臭了点，但聪明的女人从来都不会给自己找麻烦。这个月的100万零花钱没准时到账，我急得去厨房里猛喝了2口酱油。怎么回事？江瑶这个金圈太子爷是不是破产了？说好每个月100万，怎么能推迟呢？太没有时间观念了。本人表示强烈的谴责和不满。在原地转了2圈，我决定主动问江瑶要去，可刚拿起手机又悻悻地放下。太直接的话显得我多贪财似的。那我是给他下药呢，还是下尿呢？算了，我委婉地点点这小子。于是等江瑶应酬完回到别墅时，一进门就看到我铺了一地板的鲜花花瓣，被我铺成了一个摆的形状。他懒洋洋地扯了扯领带，眉头微挑。你弄的？我娇羞地解释着。对呀，花香宜人，而且你看我摆的造型也多别致。确实别致。老公，你喜欢吗？我挤眉弄眼，很喜欢。只见江瑶把手机拿了出来，我心里一喜，现场转账。哎呀，怪不好意思的呢。可江瑶却把手机扔一边，径直抬腿朝我走来，低头亲了我一下。祝我们百年好合，爱你。啊！我嘴角极快地抽搐了一下。不是，这小子理解能力指定有点颠，但作为一个有职业操守的金丝雀，我怎么会不懂事反驳他？直接贴住他，猛猛撒娇，从善如流地附和他。没错，要永远在一起哦。好。江瑶的眉眼刹那间都温柔了几分，低头亲着我的脸。我咬牙切齿地思索着怎么再提点他一下。等他洗完澡出来，我又用意大利面在盘子里摆了个100的数字形状。这下我就不信你看不懂。只见江瑶姿态散漫地坐下后，如我计划般低头看着面，然后神情稍稍顿了一下。我立马兴奋到打颤。懂了，这次他懂了。接着他撩起眼皮看向我，眉眼上染着一点笑意。这面摆盘不错，100分，我很喜欢。以后我来做就好，你不用这么辛苦。说完欣慰地开吃。我站在旁边拳头帮硬。他们的，要不我直接告诉他得了。但我不敢，我只是江瑶养的一个小小的金丝雀，万一惹他生气了，我每个月的100万零花钱可能就拿不到手。所以我绝对体贴温柔，懂事大方，从不惹事。对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就行，1个月回家一趟，确认他还健在就好。要是有哪个傻缺敢让他不开心，牙龈我都能给那人抠出血。更别说我亲自和他吵架了，他嘴角一压，我都得扇自己2鼻窦。就是这么懂事。算了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是银行的问题。正郁郁寡欢时，就听到手机一响，我猛地睁眼一瞅，赫然是钱到账时银行发的实时信息。家人们，不开玩笑。瞬间我就活过来了。100万，你终于来了。好，江瑶没破产就好，他还是个好宝宝。我兴奋，直接来了个鲤鱼打挺，当场扭成一条快乐的蛆。这时忙完工作的男人进了卧室，看着我诡异的舞姿，眉头一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瞬间僵在原地。完蛋，刚刚那段 solo 会不会败坏我乖巧懂事的人设呢？那个老公，我精力过剩，锻炼一下，呵呵，你要不要一起呀？听着我干巴巴的话语，江瑶笑了笑。我还以为你今天没什么兴致，既然这么精力过剩的话，一起熬个夜吧。说着就单手把上衣脱掉，朝我走过来。江瑶扒掉我的棉睡衣，掀起我的羊绒衫，脱掉我的秋衣，再脱掉我的棉睡裤、毛裤、秋裤，然后她满头大汗的沉默了。梦圆，你体寒啊？我狗腿道，没有老公的别墅，我感觉孤独寂寞冷。这话是不是有点舔？我想在正经补充2句好话时，江瑶有些愧疚的低头亲了亲我。再忙几天就可以休假了，到时候我带你出去散心。抱歉。男人声音好听淡雅，我哪能说不好，忙不迭点头。再然后我就被迫干坏事去了。家人们不开玩笑，累，真的累。就有一种80岁留守老人挑了60担水，顶着大太阳去村头浇菜苗，结果浇完发现浇的其实是隔壁老王的菜地的无力感。还有一种汕头媳生了9个儿媳，结果最后一胎终于得了个同性恋儿子的操蛋感。我合理怀疑这小子平时把肾宝片当钙片吃的。幽怨的抽抽鼻子，我枕着江瑶的胳膊昏睡了过去。看在他帅气又多金，外加有8块腹肌拱狗腰的份上，就再原谅他一次。次日想着钱也到账了，江瑶也不在家，我起床后便直接去逛街。不开玩笑，家人们，自从成了江瑶的金丝雀后，我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。从前的1688常客，一跃成为现在香奶奶家的 V。正捧着一杯星爸爸咖啡踱步到某条商业街时，我忽地虎躯一震。我靠，江瑶怎么在这里？只见江瑶正和一位气质美女相携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平日里倨傲高冷的男人，此时很是温和顺从，还和美女时不时说个小话。他不是说今天要忙吗？原来是他们的忙着和美女约会啊。可能是我的目光过于突兀，江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抬眼朝我这边看来。躲，马上躲起来。我毫不犹豫地窜进了旁边半人高的垃圾桶里，动作之麻利，姿势之帅气，让人叹为观止，拍案叫绝。臭是臭了点，但不让金主尴尬和烦心，是我们金丝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就这样，我一直狗狗碎碎地缩在滂臭的垃圾桶里，被熏到直翻白眼。直到江瑶和美女离开，我才敢爬出来。周围的人纷纷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。我从脏兮兮的包里摸出一个墨镜，淡定戴上，然后潇洒地一甩秀发。呵，你们不懂，她每天都这么累了，和别的妹妹逛个街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吃醋？我怎么敢吃醋？聪明的女人可是从来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。我以为今晚的江瑶应该不会回家了，所以洗香香后自己直接睡了。结果正梦见自己和108个男模嗨皮时，忽然感觉有人在亲我的脸，一边亲一边含糊地说道：“睡得倒挺香。”我悚然一惊，立马睁眼，正对上江瑶居高临下的墨黑眸子。不是，他今晚不是应该夜不归宿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知道报备一下，这多吓人啊！幸亏我没真叫男模来家里，即使心里十分操蛋，但我还是立马扯出一个娇羞开心的表情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江瑶躺下，长臂一伸，把我揽在怀里，慢条斯理地问了我一句话：“你今天去商圈那边了？我好像看到你了。”这我怎么可能承认？
我眨巴着眼，立马坚决否认，没有啊，我今天一直在家。是吗？那你身上这么臭臭的，玩什么了？我尴尬的一噎，我都洗3遍澡了，还能闻见，它是狗鼻子吧？但我也不慌，随嘴胡扯，吃了碗螺蛳粉。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我以后就不吃了。江瑶笑了笑，想吃就吃，没关系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差点整露馅，幸好我机灵。为了防止江瑶再追问多想，我急忙凑上去和她亲昵，转移她的注意力。只不过今天白天，江瑶和那个美女相携的身影一直在我脑子里飘来飘去。我偷偷瞅着正从床头柜里翻找作案工具的男人，无限 emo。完犊子了，我的金丝雀生涯是不是快要结束了？应该不会吧，毕竟我们还是老同学呢。其实谁也不知道，我和江瑶是高中同学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什么天王良魄的金贵太子爷，每天穿着洗到发白的校服，开胶的球鞋，出了名的穷，也是出了名的少冷寡言。那张好看的脸上总是蒙着一层阴翳，背也微微佝偻着。刚开始还迷恋他的女同学，见他这么没趣，慢慢的也没了心思。我呢，是江瑶的同桌，一个存在感不高的女学生，家境一般，成绩一般，每天沉溺于发呆，期待一场入室抢劫的爱情和不劳而获的财富。怎么啦？人总是要有梦想的，没有梦想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？而我和江瑶关系的转折源于学校里的一条传闻，有人说江瑶是某某集团老总的私生子，最近他妈带着他回到了江家，一下子就有钱了，成豪门了，妥妥的上流社会人士了，从此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本来我没信的，但是看着江瑶终于舍得把那双开胶的球鞋换掉时，心里宛如干了2缸老陈醋般酸。我现在回去问问我妈关于我是不是某富豪的私生子，应该还来得及吧？哎，就是不知道我爸有意见不？不过这种别人家的私事我也就听了一耳朵，照样每天发呆。可10几岁的年纪，正是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阶段。尤其看到江瑶坐着库里拿来上学时，班里那个蛐蛐声简直都贴脸。还有外班的人专门来走廊窗户口看江瑶。之后这种八卦声、议论声每天课间不间断的上演着，有好奇有恶意，甚至某些老师对他一改往日的漠视，态度谄媚。江瑶的脸色却越来越冷，他除了去厕所，最后都很少出教室门。我为他强大的憋尿功能感到敬佩，这甚杠杠的。直到那天，我趴在桌子上闭眼养神，江瑶在旁边安静学习。没一会儿，又听到了窗外有一群男生议论声，好像是那群普信又自大的体育生，仗着自己的体格，成日欺负普通男同学，满嘴脏话。知道江瑶报复以后，那个酸味儿简直都快溢出来了。小三的儿子原来长得他们的是个小白脸，听说江瑶他妈带着他上门示威，大闹了一场，撒泼打滚。操，闹得真值啊！他估计以后都不用高考了，直接捐楼就行了，毕竟他妈豁得出去。哈哈哈哈！这些意有所指的嘲讽话语刚出，我就感觉周围的气压骤降，家人们不开玩笑，简直是方圆10里寸草不生的冷。我合理怀疑江瑶下一秒就会冷脸暴扣他们的狗头。电光石火间，我噌地站起身，唰地拉住走廊窗户的窗帘，姿势很酷，动作超帅，贯彻爱与和平。那群体育生的脸就被挡住了，议论声戛然而止。我满意的收回手，准备坐下，一扭头就发现江瑶正在定定地看着我，眉眼里没有以往的冷漠和疏离，反而带着一种莫名的情绪。谢谢，客气客气。我大大咧咧地挥挥手，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是江瑶却开始频频主动和我搭话，我自然乐得和帅哥聊天，我俩的关系也算是有点明显的进步。我乐意吃他给我带的小蛋糕，他乐意听讲没什么营养的废话。有天闲聊，他问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随口一扯，被富豪包养，过上米虫的生活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江瑶轻轻地笑了，似乎是被我逗乐了。没多久，他的富豪爸爸把他送出了国，据说读的还是什么贵族公学，和王子是同学。干，这种设定我也只在各种玛丽苏小说里听过。慢慢的，曾经区他的同学开始以和他是校友为荣。原以为我和他不会再有交集，可在我大学快毕业时，江瑶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彼时的他早大变样，清冷金贵，宽肩窄腰。他说：“梦圆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”接着他当场就给我转了100万，以后我养你。我眼里闪过卧槽，什么玩意儿，这什么情况等一系列变幻莫测的复杂情绪。最后恍然大悟，哦，他想让我做他的金丝雀，他想包养我。国外资本主义那一套奢靡之风，他竟然这么快就学会了。我鄙视不屑，低头收款，然后忙不迭狗腿的答应了。要。江瑶似乎轻轻地松了口气，眉眼揉得不可思议。至此，我就成了江瑶的金丝雀，每个月100万零花钱，包包珠宝放不下，车本房本一抽屉。所以念在高中同学情上，他应该不会这么快踹了我吧？在我心惊胆战之际，高中群在某天突然有了动静，班长说是要周日搞个同学聚会，有人随嘴发问：江瑶来吗？江瑶的名字一出，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热闹不已。没看新闻吗？人家现在正在纽约敲钟呢，怎么会来我们人均200消费的同学聚会？谁有他联系方式？咱也想和企业家好好叙叙旧，毕竟当时我坐人家后面。你那是想叙旧吗？你那是馋人家的钱吧？别拆穿，谢谢。我那天路过景荣集团时看到他了，保镖一堆。早知道我高中时和他早恋一下，现在估计都住上汤臣一品了。真住上汤臣一品的我眨眨眼，没敢吭气。可有人却突然艾特了我一下：梦圆，你和江瑶有联系吗？这人是我们班的艺术委员许瑜。起初许瑜对江瑶那张冷脸很感兴趣，但后来看江瑶没钱又穷酸，而且从来不搭理他，许瑜便不屑疏远他。班里那群男生喜欢他，自然跟着他一起孤立江瑶。后来知道他爹是有名的企业家，那叫一个后悔莫及，捶胸顿足。可惜江瑶对他这个势利眼更冷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竟然还对人家念念不忘。也对，任谁错过了这么一位太子爷，估计半夜醒来都能狂扇自己一笔豆。我啧啧感慨，自然否认，不熟，没联系。我要是说有联系，他能顺着网线过来咬死我。自然的，许瑜没再搭理我，而是和其他男生在群里嬉闹，顺便不时问问江瑶的事儿。我懒得围观，直接便和江瑶视频去了。想着正在国外的男人肯定是不来这种聚会的，所以我也就没和他说这件事。正式聚会那天，我屁颠屁颠的出了门，打扮得相当朴素简单，
老同学们以为我没什么好发展，随口寒暄了几句，便转头都去捧许瑜了。许瑜家境不错，长得也漂亮，妥妥的白富美。只是许瑜频频探头看向包厢聚会的门口，似乎在眼巴巴地等着谁。有男生酸溜溜地打趣：“哟，我们班花这是等谁呢？不会是江瑶吧？”许瑜羞涩：“你们别乱说，哪有乱说？听说你和江瑶前2天在国外遇见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？”“没有啦，只是普通的叙旧了几句。我邀请他来参加同学聚会，他说来。”“呦呦呦！”听说这此起彼伏的打趣声，我有点神情不属，没忍住，还是掏出手机，悄咪咪地给我的金主爸爸发消息：“你要来同学聚会？”“没来得及和你说，我提前结束了会议回国了，马上就到。”“嗷，我以为你不会来呢。你来我怎么会不来？给我在你旁边站个坐。”我脸一皱：“不合适吧，老公？哪里不合适？”我内妞满面：“老板，咱俩这关系不适合被别人知道啊，有损如今和谐的社会风气呀。”可察觉到江瑶隐隐有点不高兴，我还是忙不迭答应了：“好的，老公。”收起手机后，我心惊胆战。按照江瑶现在那高冷霸总的人设，她不一定会当着众人的面多说些什么，多做些什么，顶多会和我有几句亲密交流。别人问我，我就用老同桌叙旧情这个借口盖过去，完美。可现实是丰满的，理想是骨感的。很快，江瑶到了。众同学恭敬又狗腿的打个招呼，许瑜的媚眼都快抛到眼皮抽筋了。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，江瑶自然的拨开人群，自然的来到我面前，然后自然的勾起我的下巴，最后自然的低头在我嘴上亲了一下，声音温柔低沉：“想你了，宝宝。”真正的临阵起手，毫无退路。我的脸瞬间红成了猴屁股，僵硬的转动视线，只见江瑶身后的同学们全都瞠目结舌，下巴掉到了地上。那什么？我说我俩就是亲了嘴的老同学关系，你们会信吗？聚会正式开始，包厢里的气氛称得上诡异。我在江瑶身边，那叫一个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可江瑶却心情极好，不断的给我夹菜。吃这个，你爱吃？怎么脸还这么红？你说呢？我幽怨的瞪他一眼，小声再小声。江瑶像是不明所以，但还是抬手摸摸我的头。这时，班长轻咳一声，用一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八卦眼神：“江瑶，你和孟媛是在谈个屁！”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否认时，身旁的江瑶淡淡开口了：“我是她男朋友，我追的她，谈了快2年了。”这一下，饭桌上的人更是用一种难以言说的目光打量着我，更别说许瑜，他的眼刀快把我剐成生鱼片了。我压根顾不上他，懵逼的看向江瑶：“男朋友追我？”我大脑直接宕机，像是被一颗期待已久的苹果直接砸懵了一般。但金丝雀的职业素养让我很快意识到了什么，心神瞬间清明。不对，金主与金丝雀的关系直接说出去不利于他的形象，还会被有心人造谣，导致事业受损。谈恋爱的话就不一样了，还能对事业有加成。嗨，不早和我通个气，扮演女朋友可是另外的价钱，这时候得加钱啊。还好我是个小机灵鬼，我火速回神，乖乖的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接着往下演。到时候订婚邀请你们一定要来啊。老同学们没反应过来，江瑶先怔住了。他原本牵着我的手，力道猛地加重。他低头看着我，目光震荡，波澜起伏，显得惊喜又意外。你说真的？瞅瞅这演技，多么真挚，多么不可置信，多么令人动容。我娇羞点头，真的呀。江瑶笑了下，那双生的极好的眼里有着快要盛满溢了出来的爱意。这场同学聚会后，我的手机一时间热闹了很多，不少人和我攀交情，明里暗里让我给江瑶带话求合作，或者找我借钱，我都不予回复，转头继续 emo。因为江瑶和那个美女逛街的画面依然在我脑海里来回播放。他这么和我演戏，将来的一拍两散时，双方不出意外都很尴尬，退路也自然少了一段。我把脸埋在枕头里，很快又如常抬起头。没关系，只要钱到位，我就绝对不会做冷淡的鱼和难哄的驴。可能是看我演戏到位的份上，江瑶龙颜大悦，猛然又给我买了很多包包珠宝衣服，卡的钱也多了。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着银行的实时短信，乐不可支，牙花子都收不回去。正畅想着自己用这些钱包养几个神似江瑶的男模时，别墅来了位不速之客，一位气质美女，和江瑶一起逛街的那位。靠，也没说今天有扯头花的环节呀，我是扯呢还是不扯呢？打赢了江瑶大怒扣我钱，打输了我窝囊的进医院。我手足无措地坐在她对面，气质美女则好奇地打量着我，那气场搞得跟她才是这家的主人一样。你就是孟媛？是的。江瑶原来金屋藏娇了这么久，还真藏了个漂亮宝贝，她还说要和你订婚，挺让人意外啊。我干笑，那什么，我俩就是玩玩，您放心，我很快就离开她。气质美女一顿，离开她？我急忙发誓表忠心，您不同意，我肯定离开。气质美女大惊失色，她忙不迭从包包里掏出一沓支票模样的东西。你说要多少钱？随便写，别客气，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啊。我瞅瞅她，再瞅瞅支票，随即悠悠地叹了口气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，为了这历史性的一刻，支票兑现的流程我都要倒背如流了。如今终于派上了用场，终于被羞辱了。我假意抗拒，姐姐，这多不好啊！气质美女非往我手里塞，没什么不好啊，这是我对你的补偿和礼物，你写就行。行吧，我表面无可奈何，实则心里鞭炮齐鸣。那我拿了钱就走，走哪里去？一道凉凉的耳熟的男声在家门口响起。江瑶不知道何时回家了，还正好撞到我和气质美女的交易现场。生死时刻，我立马求生欲上头，果断口风一改，换上一副忠贞不渝的坚定神情。我和江瑶这么多年感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吗？庸俗，就算你拿1个亿砸我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我孟媛爱他，瞅瞅我这表态，气质美女不出意外会气疯。我随时准备开溜，可气质美女却有些茫然道：“我没让你离开他呀。”他又扭头看向走过来的江瑶，哭笑不得：“弟弟，你女朋友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”弟弟，他叫江瑶弟弟。我梗着脖子僵在那里，脑子一瞬间像是被谁流放了一样。江瑶此时已经走了过来，他弯腰直接抬手掐了掐我的脸，力道不轻不重，语气无奈：“
这是我姐同父异母的姐姐。又发什么呆呢？叫姐。跟了江瑶也快2年，我自然知道江瑶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。这个姐姐对她很好，没有因为她是私生子就苛待她，反而处处帮扶照顾。江瑶打心眼里认为她就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只是每次要带我见，我都以我奶结婚、我也放学等各种理由拒绝了。毕竟谁家金丝雀还去见家长啊？这不是等着被抽吗？可江瑶一听我的拒绝，总是会心情不好的一个人去书房待着，待完以后又回房间欺负我，像是急切的想要确认我是她的所有物一样。总之也不知道她生了哪门子气。如今她姐突然这么一上门，我还以为是正宫来示威，整了个大乌龙。在我尴尬到脚趾抠出30一听时，江瑶她姐莞尔一笑，我就是来看看江瑶的宝贝是什么样的，没有让你拿钱走人的意思。是我没有表述清楚，支票也是我给你的见面礼物，只要你能陪着我弟，这都是小钱。我点头哈腰，疯狂夸海口。好的好的，姐姐说的对，我一定对江瑶不离不弃。她是风我是沙，她是牙膏我是刷，她是瓜藤我是刮，她不爱我我自杀。总之来不及解释了，孩子需要一个爸爸。江瑶反手给我后脑勺轻轻的一逼斗，嘴角却是控制不住的微扬。别贫。江瑶她姐又坐了一会儿后便离开，而我目光灼灼地看着桌子上的那张支票。既然是送我的礼物，我是不是可以拿走？我颤颤巍巍的探手想拿，可中途却又诡异一顿。不行，我不能拿江瑶家人的钱，这是江瑶他姐给他女朋友的，我只是个金丝雀，迟早会离开的，也会被抛弃的。拿了，将来这账可就算不清了；不拿，就不会有麻烦事，我也算对得起江瑶。我悻悻退后，没再看那张支票，整个人蔫了下来。送完他姐回来的江瑶看我这个狗样子，眉头一挑，他拿起那张支票，认真的看了看，怎么不拿这个钱？我含糊道，不能拿。江瑶觑我一眼，很是纵容，有什么不能拿的，拿去花。说着就塞我手里，我懵懵地拿着那个支票，想问他一些事，可江瑶却直接把我抱了起来，耳鬓厮磨间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好高兴。我再多话语都噎在了嘴里，很乖的抬脸亲他，然后从善如流的把支票揣进了口袋。他高兴就好，他最重要，因为他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古往今来，金丝雀操守的第一条就是不能对金主产生真感情，这是铁律，要吸烟课费班铭记。我没违反，因为我在成为金丝雀之前就喜欢他。别人还在抱怨学校门口雪王家的柠檬水为什么涨到5块时，我就已经喜欢上我那孤僻帅气的同桌江瑶。彼时他还没被认回豪门，但是我眼光毒辣，一眼就看出他是只绝杀极品潜力股。只是那会儿他一副看透世俗的高冷模样，让人难以接近。回到豪门后，我更是知道没什么希望了。虽然我俩的关系慢慢的拉近，但我依然恪守本心，做一个普通又搞笑的小同桌，努力学习，争取将来能再见他一次。可他走了，我也就彻底歇了这份心思。结果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江瑶要包养我，拿钱陪在他身边，不拿钱看别的女人待在他身边。我但凡脑子没被驴踢，都是选择前者。金丝雀就金丝雀吧，只要他每个月还给我100万，就证明我还可以陪着他，能和他有一时偷欢，我都高兴又满足。只是我想着兜里的支票，心里又闷又酸。一旦他的家人介入，那我俩的关系可能会结束得更早更快了吧？毕竟只是包不住火的。江瑶突然忙了起来，天天早出晚归，但是同时他开始带着我参加这种朋友间的、亲人间的聚会，甚至那种高端商业舞会我都跟着去了好几次，虽然把他脚都踩肿了。连他那个有钱的爸爸和享福的妈我都见了好几次。反正江瑶逢人就说我俩要订婚了，我笑得脸都僵了，内里却提心吊胆。不是，江瑶她是不是脑子有泡啊？这么广而告之，到时候怎么收场？总不能订婚宴上他借口我有事换一个未婚妻吧？我不要脸，他的脸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趁一切还来得及挽回，我决定做一件事，逃。打车跑，江瑶会生气，但应该不会对我一个金丝雀有过多的追责，会用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一位合适的女生喜结连理。于是某天，趁江瑶去公司时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那些昂贵的衣服、包包、首饰我一个没带。这些年他给我的100万累积起来已经很多了，我只是按照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拿了点辛苦钱。怎么啦？我没有功劳也要苦劳。就算他江瑶要起诉我，我这也是合法合规的。所有东西收拾好，我准备跑路，只是路过江瑶书房时，脚步诡异一顿。跟了他快2年，我很少不进他的书房，有时候进去，江瑶也会立刻神情慌乱地捂住我的眼睛。我猜里面全是一些重要的文件，万一我不小心看到什么商业机密，确实不合适，所以也就一直没进去过。今天都要走了，我进去瞅一眼，只找一张他的照片拿走作为纪念，应该没事吧？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第一眼装修挺简单冷淡，大概霸总都是走这个 style 吧。第二眼，哇，好多偷拍的照片，江瑶这个变态，等等，不对劲，等等，我宛如地铁老人看手机那般扫视着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相框。巧了，这些照片上的人都是我，偷笑的、偷吃的、偷懒的，称得上猥琐，但是都看得出拍照之人按下快门时的用心和喜欢，以及病态的占有欲。我站在门口，脑子那瞬间彻底被驴踢了，脑浆乱晃至清澈时，我终于意识到一个惊喜的事实，那就是江瑶喜欢我，而我却以为他在包养我，现在还打算跑路。死！我屁股一凉，要是让江瑶发现这个真相，我估计他得给我来一场皮带蘸碘伏，边打边消毒的教育。晚上江瑶回家时，我正肆无忌惮地瘫在沙发上，看着没营养的玛丽苏电视剧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以往我都是狗腿的迎上去，很少有这么大爷样。男人挑眉走过来，很自然地坐在我身边。大概是今天他的合作伙伴或者同事有人抽烟，他身上沾了点烟味儿，不难闻，反而混杂着和我同款的沐浴露的香味，很是清冽。你今天没出去逛街？我掰着他的手指玩。没有，一个人不想去。我后天陪你，正好一起看看订婚戒指。好啊，我要戴大钻石的，想要什么都可以。江瑶扯扯领带，把我揽进他怀里，耳边是他隐隐传出胸膛的心跳声，喜欢又急促。江瑶对我真的是好，只有我猪油蒙了心，胡思乱想，差点错过他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金丝雀的戏悄咪咪的结束了，除了我谁也不知道。
嘻嘻，可人啊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没几天，江瑶找不到一份重要的文件，他想着书房有监控，于是看看自己随手放到了哪里。于是他调开了监控，没一会儿，正在房间睡觉的我突然一声巨响惊醒，朦胧睁眼，发现江瑶站在床边。我困顿道：“老公，忙完能睡了呀？”他却问我：“你进过我书房？”我睁眼发现江瑶满脸紧张，直接抬手去勾了勾他的裤腰，静了一下，抱歉啊。不用道歉，只是……他欲言又止。没关系，我喜欢被你拍，就是拍得好看一点。我也要脸。我没心没肺地安慰着他。江瑶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看他不紧张了，我翻了个身，打算继续睡，可身后却附上一具炙热的身体。江瑶问我：“我还在家里的监控里看到一个画面，你拖着行李箱是要去哪里？要分手？”我眼睛噌的一睁，颤颤巍巍回头，那个老公，我就是拖着玩。说实话，不说糊弄过去，顶多被他凶2句，说了，我绝对他会弄死我。衡量利弊后，我决定不说。江瑶挑眉，他探手拉开床头柜，又去翻找作案工具。我窝囊地说了。江瑶听后冷笑不止，一声比一声瘆人。他拍着我的脸，阴恻恻地说了一句话：“小金丝雀，明天早起去民政局。去干什么？让你上位。”正文完，江瑶番外，梦圆帮了我，他拉住了床帘，挡住了那些非议。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对我，不是之前的嫌恶，也不是现在的讨好。我很意外，没想到这个小同桌胆子还挺大。这件事让我从此真正的注意到了梦圆，他很爱笑，但有时候也会发呆，虽然呆着呆着就突然猥琐一笑。爱看男男漫画，尺度爆表的那种，爱吃小蛋糕，看着不着调，学习还挺好，像只狡黠的猫咪。越往深了解，他的每一面都让人目光忍不住停留。可我却不能多做什么，只能给他带一些小蛋糕吃，因为我要出国了。姐姐对我很好，她说服爸爸把我送出国，让我历练完后再回来，不然董事会不会服气我一个私生子？我同意了。年少的青涩感情，无奈让步于现实。出国前一天，我告诉了梦圆，她听完后像是愣住了。那你会回来吗？我说会。她说那你一定要学业有成啊，将来带我一起暴富，嘻嘻。我想摸摸她的头，但也忍住了。后来的几年，我压根没时间回国。以前陪梦圆讨论玛丽苏小说时，对那种霸总几年不回国的剧情感到嗤之以鼻，如今落到自己身上，才他们的发现那是写实文学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压力也太大了。我只能通过梦圆的朋友圈了解她的生活、学习、兼职，发无厘头的段子。偶尔节假日时，我会鼓起勇气给她发条祝福短信，她很快就会回复，礼貌又客套，隔靴搔痒，让人心里的占有欲逐渐有些扭曲。我让人去偷拍她，看看她最近的生活。很快我回了国，姐姐帮助我进入公司顶层，而我做的第一件正事就是去找梦圆，然后追求她。追求过程异常顺利，梦圆也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我们2人甜蜜的在一起。怕他再去兼职受累，我给他很多零花钱，可他就是不愿意和我见家长，似乎并不想和我永远在一起。我气得好几次想拴住他，压着他和我结婚，但是我不能，会吓到他，只能趁他不注意偷拍好多照片。他是我的。某天峰回路转，梦圆却突然说要和我订婚。哦，他虽然没皮没脸，原来也这么害羞，我欣喜若狂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以为的甜蜜恋爱，只是他以为的金丝雀剧本。乐了，气乐了。那我就让他体会一下金丝雀上位的真剧本，那就是结婚。